Oi, pessoal! Mais uma pérola perdida do passado que eu encontrei. Dessa vez, a live de lançamento do E o Vencedor é o Amor, and the Winner is Love. Cheia de conversas descontraídas, dialetos, risadas, aqueles joguinhos que eles costumam fazer e o jeitinho natural do Lu em si que a gente ama. Resolvi dividir em partes para o vídeo não ficar tão longo e ficar mais gostoso de assistir. Não esquece de deixar o like para ajudar o canal e apoiar mais traduções e relíquias como essa. Curte aí! 欢迎各位来到爱奇艺云现场月上重火云发布会，我是主持人雅琴 ，Hello。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云开火，什么意思呢？第一层含义就是说开始嘛，代表了开火。今天我们月上重火的局正式开始了。第二层含义，我们先卖个关子吧，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分享了。那我们今天请到了月上重火的4位主演来和大家一起云开火，有请4位跟大伙打个招呼吧。那这样好了，待会儿邀请各位逐一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，但是这个要稍微加一点点难度，因为在你们打招呼的同时呢，要介绍一下自己在剧中的角色。我们给这个云溪和玉琪加个难度吧，你们来介绍一下对方的角色吧，然后可以说一下对对方角色的第一印象，好吧？来吧，云溪先来。哦，好吧，玉琪在《月上重火》当中饰演的是重火宫的少公主，对，重雪芝，然后是一个非常漂亮、非常天真、非常单纯，然后也非常，怎么说呢，什么都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少公主。她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她有一颗赤子之心，然后她是就是怎么说呢？从剧头到剧尾都是保持着这一颗赤子之心，然后他的初心从来没有变过，这一点非常吸引我。OK， 这求生欲很高了啊，夸得很。好，玉琪，我们介绍一下云溪的角色吧。是说实话的。云溪在剧中饰演的是月上谷谷主上官透。然后他是一个风流倜傥、才识出众、一切都好的美男子。我觉得不风流吧，就潇洒吧。对啊，潇洒，对，潇洒，对吧？就是他的风流只对于重雪芝一个人，这算吗？可以。就是觉得上官透他其实外表比较冷，但是实际上他有一颗很温暖的心，然后他也是一个很正义的人。然后在相处之后，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跟云溪相处，所以我觉得他一直都很好，就是特别的会照顾人，然后也特别的贴心，然后专业敬业。OK， 也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评价了。好，那我们透支 CP 已经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对方角色在他们心目当中的印象。那稍后呢，我们会更详细的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月上重火。好，那接下来要到我们的廷威还有一彤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邹廷威，我在《月上重火》当中饰演的是重火宫的大护法宇文穆远。大家好，我是田一彤，在《月上重火》这部剧当中饰演的是灵剑山庄大小姐林凤子。欢迎，好，那我们的4位主演都已经跟大家伙儿见面了，接下来呢，要邀请4位带大家来简单的了解一下我们《月上重火》的剧情，但是我们这个方式可能比较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啊，一人一句话。4句话之内让大家了解我们月上重火的一个基本的剧情，所以说其实后面说的人还蛮难的，你要根据前面说的进行一个调整一个补充，这个还蛮难的，要看一下大家的配合默契了。我们谁先开始？云溪还是一彤？这边吧，好不好？我先开始。好，请大家接好了哦。我的第一句是：从前有一位月上谷的谷主，他叫做上官透。有一天，他认识了重火宫的少公主重雪芝。重雪芝从前有一个小姑娘叫重雪芝，然后身负着各种艰辛，闯荡江湖，遇上了上官透，然后身边又有4大护法以及穆远哥的陪伴他走向了江湖。然后去开启了一段比较艰辛的路程。重雪芝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却偏要一心搞事业，去闯荡江湖，最后却被月上谷谷主上官透领回了家。
画龙点睛，真的一模。可以。好，那其实大概到这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因为马上随着我们节目的播出之后，我们月上重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，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他们4个说的剧情是不是正确的哈，一起来了解一下。OK， 那讲完了剧情之后，其实4位当中，除了雪芝和宇文牧远是一个门派的之外，好像剩下的几位都不是一个门派的，对不对？都来自不同的门派。那这样好了，其实现在马上也到了这个毕业季了嘛，这个每个门派也要开始招揽一些新的生源了。能不能请大家用比如说1句话、2句话的朋友圈文案，为自己的门派招揽一下生源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发朋友圈的话可以这样发，我觉得月上谷自给自足，想要不愁吃、不愁穿、不愁喝、不愁住吗？来月上谷吧。不愁吃、不愁穿、不愁住，这个是个蛮吸引人的条件啊。所以在戏里月上谷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？是的，比较对，月上谷自给自足嘛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重火宫了。你可以说你想愁吃、愁穿、愁住吗？然后对，你想求吃、求穿、求住吗？加入我们重火宫，穿最亮丽的衣服，学最棒的武功。我们重火宫也可以自给自足，也不愁吃、不愁穿、不愁住，而且我们还有这么漂亮的公主，为啥不来呢？有听过上官透吗？听说过吧？但你一定不知道，上官透是师出于灵剑山庄。如果你想成为江湖第一美男子，那灵剑山庄一定是你的不二选择。OK， 用上官透来招揽了一下生源啊，这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刚刚介绍了3个门派，大家想向哪一个报名参加一下，都可以向几位来投一下自己的简历，好吧？我们在这边等着各位的招聘。那刚刚呢，我们了解了一下各大门派角色和剧情。其实戏中讲了很多武林闯荡江湖的故事，所以我看到有很多很漂亮的打戏。我看到说云溪是通过这部戏学会了那个扇子，是吗？用扇子当兵器。这个可惜我现在身边没有一把扇子。难不难？所以用扇子来做兵器是难吗？挺难的，因为扇子它其实本来不。就很难当做兵器嘛，然后它又短，然后又软，然后我在剧里边都打破了好几把扇子，对，但是其实你扇子玩好了之后，它还是会蛮潇洒、蛮帅气的。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夏天了，大家拿扇子的时候比较帅。小技巧的话，那就是你首先得背个几十把吧，玩坏了，经常摔坏了，然后再重新用一把。对，就是熟能生巧。对你多玩，然后它就熟。那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在拍戏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哪个瞬间，上官透都真的把你甜到，你觉得哇塞好甜啊，这个行为或这个片段？有啊。但是我觉得要和就是玉琪分不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其实，上官透和重雪芝这2个角色在前期的时候，上官透就特别喜欢去逗重雪芝嘛，然后重雪芝这个小姑娘又，脸皮挺薄的，然后就招架不住上官透的这种猛烈的攻势，所以就会害羞，然后玉琪。他就在片场就会真的害羞，然后唰脸就红了，然后觉得特别好玩，对，就不用演，哎，就特别的有意思，对，一个很可爱的互动。所以其实大家有把你们2个组一个 CP 的名字，你们知道吗？哦，不知道是啥吗？根据你们的名字取的，叫透支 CP， 上官透嘛和重雪芝，透支，大家太甜了，透支了他们的爱。所以想问一下啊，透支 CP，你们在剧里能不能用5个词来形容一下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？那我说3个，你说2个，你先说。我先说。你先说。难舍难分，然后相互扶持。相互扶持吗？对呀，因为相互鼓励嘛，就是我们之间的爱情是从懵懂期再到成熟期，就是相互之间鼓励着彼此的成长，其实是一段特别美好的爱情故事吧。就是在自己最难过的时候都不会离对方而去，但都会一直在别人的身边陪伴。那我就说3个比较简单的词吧，就是甜蜜、幸福。
最后一个词用什么来形容呢？就是让你害羞。甜蜜幸福让你害羞，是让就让观众害羞。让观众害羞，就观众看了之后会姨母笑，很甜的那种。哎，对对，他们看了之后会想谈恋爱吗？肯定会啊，肯定肯定会啊。看了之后会想谈恋爱，这个好，大家值得一看了。OK， 那我们刚刚谈到了透支 CP， 也想请我们4位能不能用透支这个词儿来造句，向大家安利一下我们《月上重火》这部作品。透支一定要，你可以分开把2个字分开或连在一起都是可以的。我们一彤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彤先来。今年一定要去看《月上重火》这部戏，这是一部会让你眼泪透支的剧。眼泪透支，所以为什么是眼泪？他们刚刚聊到了甜，比如说有什么眼泪的地方？就是人有闲的时候。你只有经历了苦难，你才能看到他们的甜呀。所以有可能是感动的眼泪，也有可能是为他们捏把汗、特别难过的眼泪，都是有可能的。大家可以去关注了解一下。廷威来吧，透支。那我接一彤那个话，就是不管你的眼泪透支还是不透支，都要安静下来看我们的《月上重火》。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收看《月上重火》，为透支打 call 哦。我好想反着说一句，你说，打 call 透支，支持月上重火。好嘞。OK， 好，大家这个把自己的反着过来也说了一个。刚刚4位的安利，大家不知道吃了没有啊？我们关注一下《月上重火》。那接下来的问题也想问一下我们的玉琪，想问一下你在接到本子的时候，看到有没有很期待你自己想演重雪之的哪一场戏？很期待，我觉得好多场戏都很期待，因为剧本里面很多的桥段其实都是蛮甜的，然后就是会让你有那种粉红泡泡的感觉，就会特别想要演。比如说收到上官透的礼物，然后就会觉得很开心的那种戏。OK， 收到礼物很开心，就是爱情刚刚开始的地方。那这样好了，问一下玉琪，比如说上官透和宇文牧远2个不同的男生，哪一个是你心中比较理想型的样子？哎，主持人，他们现在就一个坐在我旁边，一个坐在我对面，你问我这种问题，有点坑吧？这个有点难了，我觉得吧，就是各有各的好。像透哥哥是属于那种，就是我一见就很喜欢，就是我喜欢更多一点的，但是他也在默默的为我付出、呵护我、陪伴我成长。然后牧远哥的那种爱是像是家人的陪伴、兄长的陪伴，就是会让你安心，这个人不会离开，然后就不一样，我觉得都好。那其实刚刚520也过去不久嘛，能不能邀请4位用我爱你这3个字来造句，安利一下我们《月上重火》？比如说我怎么样，爱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？我邀请各位来爱奇艺看《月上重火》，你一定会收获满满的幸福甜蜜。我是重火宫公主重雪之，爱闯荡江湖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吗？我有爱奇艺的会员，可以看《月上重火》，你也值得拥有。OK， 我们都在爱奇艺看《月上重火》，你还不来吗？爱奇艺，爱字开头，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那想问一下，如果比如说可以《月上重火》又名什么什么什么，4个都可以想一下，4位都可以想一下，你们会起个啥样的名字呢？我会取一个叫做3片定情。因为如果你要让我解释的话，那就涉及到剧透了，所以其实给大家出一个这种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的名字，大家才会有想要去看它的这种冲动。懵懂少女养成记。懵懂少女养成记非常甜的一个名字，为什么会这么选择？
我觉得无论是他的背景、出生背景、江湖背景也好，或者是爱情的路程也好，都是从懵懵懂懂开始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的。从懵懂到成长，就特别有初恋的感觉。对。其中也有每一个观众朋友们的故事，大家可以锁定爱奇艺来关注一下。来吧，一同庭威，难题还是要回到你们哦。灵剑山庄。直接就把这门派安利出去了，是吧？没错，就是要打个自己的旗号。OK， 灵剑山庄，庭威呢？小公主大江湖。小公主指的是雪芝啊。哦，小公主指的是小小的，对，其实就是当一个小小的女生，然后执意要去闯大江湖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这个江湖真的很大，而且没有你想的那么的简单，所以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小公主闯荡大江湖。对，一个打怪升级成长的一个经历，大家也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影子，从我们的月上重火当中吸收到一些属于你们生活当中的能量。希望我们这部作品能够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了。好，那刚刚聊了这么多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了游戏环节。首先第一个游戏给4位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，因为刚刚说到爱奇艺嘛，其实提到爱奇艺，很多人会想到一个夏天很甜、很酸酸甜甜的水果，就是猕猴桃。猕猴桃啊，我们每个人桌上应该都有一个吧，好不好？这个猕猴桃给你们是有小小的任务在的哦，你们需要在